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新竹县峨眉乡大埔水库。大埔水库就是知名的峨眉湖。不过我今天不是要来参观大埔水库，今天是要造访附近的12寮天使教堂。我们预约的时间是上午10点钟，还有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。那从这里前往天使教堂大约650公尺而已，开车2分钟。 所以我就车子先停留在大埔水库这边，就参观一下大埔水库。这是蒋梦麟先生的题字，自天而用。大埔水库是国民政府迁台之后第1座由国人设计兴建的水库。大埔水库兴建于民国45年8月1日，民国49年5月竣工，民国50年1月启用。 因为大埔水库的兴建，所以在水坝的上游形成了峨眉湖。大埔水库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就是水坝的上游，你看不到任何的水，因为水面全部被布袋莲覆满了。峨眉湖。 这都是布袋莲。我们现在准备离开大埔水库，要前往12寮天使教堂。天使教堂停车场。天使教堂。 今天是6月7日，星期五。我们参加上午10点钟的导览。我开门了，谢谢。我刚问了一下导览志工，里面是可以拍照，但是不能录影，所以我待会就是先拍照，然后回去以后我在幕后配音。但是教堂外面是可以录影。 这是铜雕天使喷水池，3座铜雕象征真善美天使。2楼外墙的圣母龛有一尊圣母石雕。入口大厅是纪念品展售义卖区。天使教堂曾经荒废长达40年，被称为台湾最美丽沧桑的废墟教堂。2018年。 刘崇汉和丽梅教友夫妇积极挽救、展开修复这座教堂。2019年，教堂修复工程展开，期间历经疫情考验，工程几经波折，终于在2022年修复完成，让荒废40年的教堂重获新生。天使教堂原称12寮天主堂。 兴建于1963年间，由来自美国的马觉明神父负责管理，曾经兴盛10余年。1980年，新竹科学园区成立，本地产业没落，人口外流，12寮天主堂逐渐荒废，而沦为废墟。 原有教堂的长木柜凳早已消失。天使教堂整修期间，
适逢台北市青田街的耶稣孝女会改建，有一批60多年历史的长木柜凳要淘汰换新，数量和尺寸刚好符合天使教堂的需求，于是转赠给天使教堂。耶稣孝女会的柜凳，耶稣孝女会馈赠的，是的，所以椅子也是有60年的历史。70年历。天使教堂的彩绘玻璃已有100年历史，原为纽约圣多默中途大教堂拆除后的文物。丁松青神父花了1年半的时间接洽，终于购回，安置于天使教堂的4扇窗户及至圣所的2侧。是罗马人贵族穿着的服装。对，所以这个是战斗天使。对。好，这是安置于至圣所正上方的耶稣圣心彩绘玻璃，是来自150年前的比利时教堂，也是丁松青神父所引进的。曾经闲置了20年，因缘际会，刚好符合天使教堂的规格。于是，这个玫瑰花窗，最后终于挂在天使教堂的至圣所。这座教堂的祭台仅有2年的历史，是一位高雄游艇厂的老板 Ben 得知天使教堂还欠缺一个祭台时，以制造高级游艇的规格，亲自打造一个玻璃纤维的祭台，捐献给天使教堂。墙壁悬挂的4幅耶稣苦路油画是来自法国巴黎。1997年，戴敬晃赴法国巴黎留学，取得艺术修复硕士学位。期间，他曾参与修复古画。因为机缘，有次参与修复14幅苦路油画，其中有4幅损坏最为严重，神父放弃修理。于是戴敬晃收购这4幅画，带回台湾，放置了10余年。戴敬晃参与天使教堂修复工程时，将这4幅亲手修复的苦路油画悬挂在教堂墙壁上。这些画完美的与教堂氛围融合。这是圣母加冕礼油画，长5公尺。宽2.5公尺，来自纽约圣母怜悯大教堂，历史超过100年。这幅油画原本已裂成4块，而从纽约空运至台湾时，卖方为节省运费，又将油画对折塞入箱中，造成油画正中央有极明显的折痕。戴敬晃历经2年时间，独自将这幅圣母加冕礼修复完成，现在已成为天使教堂的镇堂之宝。这是原教堂的旋转楼梯，在整修时虽然另建楼梯以方便进出，但仍然将旋转楼梯保留下来。2楼是天使教堂举办活动的空间。这是新建的楼梯。今天告别台北的纷纷扰扰，来到新竹峨眉的12寮天使教堂，让我纷扰的心情在这里找到了平静，推荐给大家。那我们今天的12寮天使教堂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这是我第一次参观12寮天使教堂，
在导览老师的引领介绍下，让我认识了12寮天使教堂修复的故事。在修复的过程中，有很多因缘巧合，也有很多人像天使般的无私付出，终于使这座教堂从废墟走向重生，而成为一座天使教堂。如果你有机会造访附近的峨眉湖或12寮农业休闲园区，建议您可以顺道造访12寮天使教堂，聆听导览解说，我相信您的心灵会有满满的收获。